今天啊，我们来讲述一件令人悲伤和愤怒的故事啊。20天前的6月20号，有2个人从北京出发坐飞机到菲律宾进行商务考察，刚一下飞机就被绑架了。4天之后他们的遗体在菲律宾南部的一个湖边被发现浑身上下都是被折磨的痕迹更令人愤怒的是这被绑架的家属中间有一家还给绑匪支付了300万人民币，支付了赎金结果这被绑的肉票还是被撕了票要我说我们经常讲这个道义有道从事黑社会的人，从事这个就是专门干这种脏活的人其实他也有一些规矩所谓规矩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就是谋财不害命，你害命不谋财嘛。你如果盯着人的钱去，按道理来讲，你收了钱，你不应该取人的性命这也是这个黑道上行走人的基本的江湖规矩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菲律宾的这些绑匪他们拿了人家家属的钱，然后还把人家被绑架的人给杀害了。要我说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这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他不一定干得出来种种迹象表明就这起绑架案是一起专门针对中国人精心策划的时间有好几个月，然后实施的地点呢是在菲律宾。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在从事着专门针对中国人的这种绑架案？那么这2个人为什么又会掉进这样的陷阱？菲律宾这个地方为什么有频繁发生这样的绑架案呢？我们今天就把目光对准菲律宾这个国家在这2个被绑架的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叫夏科福，他在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叫润麦德工作。这润麦德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主要的业务是搞那个血管机器人，一种很先进的技术好像是把这个血管中间放进去一种小的东西进去可以清理血管还可以进行心血管病的治疗但是这项技术呢，应该说现在刚刚开始兴起市场接受度还不高，也不是那么成熟所以呢，这项技术推广起来非常困难。这家公司呢，与此同时还做过一些其他的诊疗服务你比如说有一项技术叫 FF2， 这 FF2 具体干什么的，我看了半天文献也没太搞明白总而言之，就是心血管病在治疗之前要进行一些检测，这 FF2 就属于这种检测技术也是比较新的，也比较贵那么润麦德由于他搞的这些技术本身呢都是比较前沿的，所以现在呢经营和推广非常困难从成立到现在就没盈利过，据说亏损已经超过了20个亿。他刚在香港上市的时候据说市值有70个亿现在已经跌到了2个亿。我查了一下它的股价这股价现在已经跌到了 0.186港元已经变成了一家仙股。那由此你就知道这家公司现在经营是非常惨淡。而这夏科福呢是这家公司的海外市场总监，今年呢39岁那今年5月14号的时候，夏科福就代表他们公司到法国巴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这个学术会议的名字呢叫做心血管介入治疗大会。这个呢会议在业界还挺有名的那么一般这样的会议呢都是一些前沿的厂家把自己的新技术带到这个会议上，而这些外科医生他会把自己运用这些技术在实际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包括疗效呢拿到会议上进行交流。这种会议上每年在医学界都很多夏科福参加这个会议的目的肯定也是推广自己公司的产品嘛。他在这个会议上就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孙静。孙静呢也是一个中国人后来到了美国留学，他毕业于加州大学的尔湾分校尔湾分校大家都知道是加州大学非常好的分校这孙静呢有1.9米高高大大的，平时还喜欢锻炼健身呢。他后来呢在美国就加入了美国国籍，但是呢他毕业之后还是回国内就业了在很多医药的器材公司工作然后后来又去了雅培公司。疫情期间呢他从雅培公司辞职，就自己呢搞起了创业就做一些医疗代理2个人在这个巴黎一见如故。为什么呢？因为孙静就讲起他过去曾经也在瑞麦德公司工作过。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最先还是在医学界流传我看到一个聊天记录，就有人说这孙静早年呢是阜外医院的医药代表。所以你想想，现在夏科福是润麦德公司的，而孙静过去曾经在润麦公司打过工，所以2个人呢就这一下子话就多起来了嘛。这孙静这个人呢为人非常热情他在不久呢就在巴黎期间呢就给这夏科福介绍了另外一个菲律宾的商人。这个菲律宾的商人名字叫做李娜。
据李娜讲呢，她呢是菲律宾一家非常大的医药公司的职员呐。这家医药公司的老板呢是个中国人，姓洪，过去呢是做房地产生意啊，但是房地产后来不太景气呢，就改做医疗器械。他说在菲律宾呢做得非常成功，说一年的营业额有7000万美金呢。而且呢，他还给这2个人介绍说，菲律宾呢这个心血管病、心脏病啊是它的第1大死因，占到整个菲律宾呢死亡的第1名啊，大概占到16%。而且现在菲律宾呢，心血管市场呢，就是这个药品呢，也包括医疗器械呢，大概一年有30亿美金呢，所以啊，市场前景非常好。这2个人一听不就心动了吗？你想想，无论是夏科夫也好啊，也包括孙静也好啊，他对这个海外市场都非常看重啊，因为国内现在一方面非常卷，生意不好做，另外2个人所在的公司本身呢，都是那种小公司，挣扎在生存线上。所以3个人啊，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经说好，说将来找时间要到菲律宾啊去做商务考察。回去之后不久啊，这个李娜呢就给这个孙静啊发去了邀请函。那不久啊，就是这个夏科夫呢就办起了签证啊。现在菲律宾的签证不太好办呢，这等一会儿我们还要讲啊。但总而言之，在6月初的时候呢，他们2个就办好了签证。其实他们还约好了另外一个同行的人呢，也是业内的人，一起到菲律宾去考察啊。6月20号这一天啊，本来这3个人要去菲律宾嘛，结果其中有一个人呢，因为家里临时有事儿就没去。于是呢，就夏科夫啊跟孙静2个人呢决定坐飞机飞往菲律宾。也许是觉得有点不太放心啊，就在坐飞机之前呢，这孙静就把他跟李娜之间的聊天记录，还包括李娜的这个照片呢，还包括邀请函呢，这些文件他都发给了他自己的助理。飞机呢是在中午左右从北京起飞，下午6点啊就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机场啊。一到马尼拉机场啊，这个孙静还发了几个小视频，在这个小视频中间呢，其中有一个华人，年轻的华人啊，这当时孙静还在视频里说，他说这个司机啊，一看就像个好人啊，因为他们没有见到李娜啊。上车之后呢，这个孙静还拍了一张这个华人戴口罩侧脸的这个照片。这之后呢，这2个人就失去了联系。当天晚上，这孙静啊，也包括他的助理呢，就拼命的跟孙静联系啊，就联系不上了。结果到了第2天中午的11点呢，首先是夏科夫的家人呢收到了一个微信电话，打电话的那边呢是夏科夫，他的语气呢就比较低落啊，他就说呢他自己啊在菲律宾呢出了点事儿，说是打牌啊这个亏了500万，让他家里人凑钱。家里人一听都懵了，500万人民币啊，而且是打牌，是吧？就觉得不可思议啊。就当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孙静的助理也接到了电话，差不多也是相同的内容。据说孙静的电话有些含含糊糊，一开始说呢是这个夏科夫打牌输了钱，是吧？然后呢，紧接着孙静的助理就问他，他说：“那你到底需不需要赎金呢？”他就说他也需要多少呢？需要1500万人民币，让他呢去凑钱，又换成 UTSD 啊，就是一个虚拟货币中间挂靠美金的这样的一个虚拟币啊。而且他还讲到了说，最迟到明天要凑够500万人民币。这消息传到这个国内之后，孙静的助理就马上把这消息告诉了孙静的家人。孙静的家人呢，就跟夏家的家人就碰到了一起。当时很多亲友凑在一起的时候，就判断说肯定是被绑架了。为什么呢？因为这2个人呢，实际上啊，其实都不打牌，平时没有这个爱好，怎么可能一下子连输500万呢？商量来商量去呢，这孙静一家呢就决定在中国和美国2个地啊同时报警。就在中国的公安局报了警，同时呢，这6月21号这一天，这孙静的朋友呢，在美国，在洛杉矶就跟美国有个叫海外公民服务处打电话，也相当于报警啊。但是这一天呢，无巧不巧啊，是一个星期五，所以呢，美方那边有一个人接了电话啊，就说他说因为是周末，所以要1-2个工作日啊才能给你回复，可能要好几天之后才能有 FBI 的探员呢飞到菲律宾去调查这件事情啊。但你想想，这人被绑架了，这10万火急啊！于是这个孙静的这家庭啊，就开始给这个美国驻菲律宾的大使馆打电话。这菲律宾大使馆那天也只有1个人值班呢，那没办法，那也只接了个电话。最后呢，反复催促之下，他们又把电话打到了菲律宾的警方。于是呢，就中国警方、美国警方，也包括菲律宾的警方都知道这件事情啊。但是由于事处周末，所以呢，这件事情啊推进起来就非常困难啊。应该说，这个绑匪啊选择这个时间点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星期四晚上绑架了夏科夫和孙静这两个人呐，星期五这一天开始要赎金。他们在电话里明确的就跟这个被绑架的家属说，他说他们这个最后期限就是6月24号星期一。他说星期一的时候啊，警察就上班了，上班之后啊，他们就要收摊了。当然一开始啊，他们也没有说要这两个人的性命啊，只是说要钱。他说你们只要付了钱，那我们就放人。所以呢，夏科夫的一家人呢就心怀侥幸啊，他们就一开始啊就开始跟这个绑匪开始就谈判，就说500万没有啊，最后呢就谈来谈去啊，说谈到了300万人民币。那么在6月24号的上午这一天，这绑匪呢就要求啊，这夏科夫一家把这个钱呢换成这个虚拟币，打到一个账户，说先打150万，然后呢派一个人到一个约定的地点呢，让这个夏家派的这个人看到这个人之后，再打过去150万，他们就放人。那么6月24号这一天呢，夏家的家属啊，去派过去的人其实并没有见到人，但是他们心怀侥幸之后，还是打过去了300万人民币的这个虚拟货币啊。而这个孙静这一家呢，跟这个孙静的联系呢，最后一次联系啊，是6月23号的这个早晨，这个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啊，孙静就说啊，他说啊，先打20万人民币过来啊，他就可以喝上水。因为这2天啊，其实这两家在跟这个绑匪沟通的过程中，都知道就是这两家这个被绑的这个亲人呢，都遭受到了身体上的折磨，而且在打电话的过程中，经常旁边还有第三人在旁边，这些人的态度非常凶啊。这之后呢，这孙静的家属就说可以先打几十万过去，但是能不能把这视频打开，让他看一眼孙静还活着？结果那边没同意，就把电话给挂了。6月23号的下午啊，这孙静呢用手机呢给他家里头的人发了一个信息，说妈，能不能先打一些过来？但这是文字，不是语音啊，这是不是孙静本人做的事情啊，都不太清楚。那么6月24号中午11点的时候啊，在菲律宾南部啊有一个小城，这小城湖边啊，这个茂密的这个芦苇荡旁边啊，就发现了2具尸体。其实啊，那个地方啊是人迹罕至啊，无巧不巧啊，那天有2个人骑着自行车路过，就发现那有包着东西，打开一看呢，就是2具尸体啊，于是就报了警，警方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啊。Ito ang aktual na pag-retrieve ng mga otoridad sa 2 bangkay ng lalaki sa barangay Patintinan, Sangay, Camarines Sur noong June 24. Nakabalot sa kumot at umano'y inilaglag sa bangin. Batay sa autopsy, walang nakitang malalang sugat o tama ng bala ang mga biktima maliban sa mga pasa sa katawan. Lumabas sa investigasyon ng isang biktima ay Chinese at ang isa naman ay Chinese-American, parehong biktima ng kidnapping. 警方到现场检查完之后，说这2个人呢是窒息而死，而且身上呢都是有一些淤青啊。当时警方并不知道这2个人就是失踪的这2个中国人，经过1天的时间才确定了这2个人就是夏科夫和孙静。于是呢，夏科夫的死讯呢说是传到了国内啊。6月24号的晚上的时候啊，那美国驻华使馆的 FBI 的探员呢就找到了孙静家属，也找到了这个夏家的家属啊。当时他们知道了夏家呢就给这个绑匪啊汇去了300万人民币的赎金，他们就查了一下这个账户，当时那个账户里还有钱，他还就问，就是说要不要把这个账户的钱都冻结。当时的夏家据说啊还心怀侥幸，因为跟绑匪已经失去联系10几个小时了啊，但是呢他们当时并没有让这个 FBI 的探员冻结这个账户的资金。那么6月25号的时候啊，消息终于传到了国内啊，说这2个人已经去世了啊。6月26号的晚上，这夏家呢，还包括这个孙静家属呢，就在国内找了一个保镖公司的陪同下，就飞到了马尼拉。大家好，我是菲律宾300万绑架案的受害者家属唯一指定的中国保镖公司创始人潘显进。6月25号下午5点，受害人家属联系我，问我去菲律宾临时保镖的事情。我问什么事去菲律宾，受害人家属说家里人被绑架了。我问有没有给钱，受害人家属说给了300万人民币。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完蛋了。我很清楚，菲律宾遭到绑架，不管给不给钱，基本上都撕票。6月25号晚上6点半，受害人家属确认由我公司提供海外高危安全保护服务。6月25日晚上9点半，保镖从安徽六安出发。6月26日中午12点，保镖抵达北京，与受害人家属会合。6月26日晚上7点半，保镖陪同受害人家属从北京首都机场飞往菲律宾马尼拉。6月27日凌晨1点半，保镖陪同
家属抵达菲律宾马尼拉机场，和菲律宾 AKG 反绑架大队警察会面，并且确认身份。后面2辆警车跟随受害人及保镖抵达香格里拉酒店休息，保镖对酒店的房间进行了检查，对周边的环境和路线也进行了周密的侦查。6月27日早上10点，保镖陪同受害人家属前往 AKG 反绑架大队警察局，会见了警察局局长以及当地的警方。6月28号的时候呢，那么赶到了这2个人遇害的那个地点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当天下午的时候呢，2个人就在当地被火化了。据媒体报道孙静的妻子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推到焚化炉的时候，当时就崩溃了。因为这孙静有2个孩子，她的大孩子只有10岁，小的孩子还非常小你想想，就是一场商务考察，一夜之间就自己的丈夫就不见了，这个家呢不就塌了吗？所以真的是一件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现在事情的最新进展呢，就是国内的媒体报道说菲律宾的警方现在已经锁定了8名犯罪嫌疑人。这8名犯罪嫌疑人中间有5名外国人，有3名菲律宾人。其实这5名外国人呢，大家可以猜测一下，肯定就是中国人或者说华人吧。其中包括那个李娜，就有人锁定了，说这个李娜是个台湾人。而在实施这次绑架案的过程中，李娜可能本人根本就不在菲律宾。所以现在这8名犯罪嫌疑人呢，通通都没有抓到。前2天呢，有媒体报道说在菲律宾抓到了一对中国人的夫妇，那个女的还是个孕妇就是这起绑架案的。其实是搞错了，那2个中国人的夫妇的确是参与了另外一起绑架案，但是呢，不是这起绑架案的主谋。就这起绑架案来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落网。实际上，菲律宾这个国家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发生过很多绑架案。这起绑架案其实仅仅是因为特殊的原因成为了一个媒体关注的焦点。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绑匪做的实在是太缺德，一方面拿了300万块钱还撕了票，另外一方面，孙静本人是个美国人，他是美籍华人嘛，所以美国警方介入了这件事情我估计呢，绑匪也未见得知道这孙静本身是美国人所以这件事情算闹大了所以才在媒体引起了广泛关注。实际上，过去一段时间，来自于菲律宾专门绑架中国人的案件多得数不胜数。就在6月29号的那一天，菲律宾警方刚刚破获一起是在赌场里面有一个姓罗的人在那赌钱，赌钱旁边的人呢就给他放高利贷，放完高利贷，这个人不知不觉一下子就欠了20万比索，没钱了。于是那个旁边的那些人就把这个人就给绑了。绑了之后呢，他的朋友报了警，菲律宾警方呢就再把这个人给解救出来了。这就是6月29号发生的。7月1号这一天，《新京报》做了一篇报道，他们采访了当地的一个华人，当时也就是在2年前在菲律宾被绑架的过程。大概8点多，还没到9点，8点半好像，我直接下车就我也正好在车上，然后窗玻璃被打碎了，就直接把我拖下来了，要推到他们车上，推不进去咯。旁边就是赌场了，还有那个小区也是，门口也是有很多保安的，保安看见绑匪拿着冲锋枪下来，保安都跑。后来就是没有被绑走了，绑匪也都跑掉了。而且就在去年的时候在菲律宾有一个姓曾的华人，他呢一家6口就在家里面的时候就被绑匪给绑了，从此呢就音信皆无。后来菲律宾警方就去调查的结果就发现了4具尸体，还有另外2个人呢，直到现在也下落不明。你想想，菲律宾这个地方有多乱呢就现在有一个统计数据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就是从2019年到2013年的1月30号在菲律宾一共发生了102起的绑架案。那么其中呢有319名受害人，这受害人中间中国人有214人，菲律宾呢有28人，泰国呢有28人，缅甸呢有24人。那么犯罪嫌疑人呢一共有892人，这892名犯罪嫌疑人中间，其中有782人都是中国人，有82个是菲律宾人。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些绑架案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实施的绑架对象基本上全是中国人，而这个实施犯罪的犯罪团伙基本也全都是中国人。也就是说，是中国人针对中国人的绑架案在菲律宾实施的犯罪。
那大家就奇怪了，为什么在菲律宾这个地方会有专门针对中国人的绑架，而且呢，绑架的实施这个犯罪集团、犯罪团伙也都是中国人呢？这就要讲到菲律宾这个国家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啊。大家都知道啊，在东南亚这几年啊，这个最近的10来年有2大毒瘤啊，一大毒瘤呢就是电信诈骗。我过去啊曾经在播客里采访过，这电信诈骗一般来说不都是在网上搞那个黄推，搞完黄推之后呢，你上当之后啊，他就开始诈骗你啊。这电信诈骗的大本营是在缅北啊，这缅北这个地方有很多工业园区，全都是专门搞电信诈骗的啊。那么还有一个毒瘤呢，就是网络赌博。这网络赌博呢，跟这个电信诈骗不一样啊，它基本上就是在网上微信群里头啊，然后开始搞各种各样的赌博形式。然后呢，就拉国内的人头啊，在网上可以汇款过去啊，然后开始赌博。这网络赌博的大本营啊，就在菲律宾。菲律宾这个国家，要我说是个失败国家。它在战后的时候啊，曾经还是亚洲第2富裕的国家，仅次于日本。但是这些年来，你想想，亚洲这些国家都蓬勃的发展起来经济啊，但是菲律宾呢，现在已经沦为了整个亚洲最穷的国家之一，而且这个国家极其腐败啊。然后它社会治安也不好，还是说它不禁枪。所以你想想，菲律宾在国际上著名的是什么呢？就是菲佣嘛，就是菲律宾那些女的读完大学之后啊，到全世界各地给其他国家的人呢做家庭服务，然后呢再把钱汇到菲律宾。这现在是菲律宾的产业的支柱的这内容啊，那你就想想这个国家有多失败啊。那么菲律宾这个国家在历史上赌博呢，它一直都是这个传统产业啊，它不禁止啊。但是呢，在过去没有互联网之前啊，这赌博行业它也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赌博线下赌博它其实要服务的，不是说你就搞一个摊子就可以搞起来啊。你想是澳门，也包括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啊，人这个地方搞赌场啊，它其实它有很完善的配套，比如说那流光溢彩的5星级酒店，而且社会治安非常好啊。在这里头赌博，你不会担心人身安全有问题啊。但菲律宾这个国家，我刚才讲了，是个失败国家嘛，盗匪横行啊。你想想，人家一般赌博的人也不去菲律宾这个国家嘛，所以线下赌博时代，菲律宾实际上没有发展起来。但是10几年前的时候，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啊，情况变了。菲律宾这个国家呢，就给互联网的这个网络赌博发了57张牌照。据说发这个牌照的机构啊，还是菲律宾的总统啊办公室下属的一个机构啊。那这57张牌照发完之后呢，大多数据说都是被华人给购买了。菲律宾这个地方最有钱的社会阶层啊，也都是华人呐。华人拿到这些赌博的牌照之后干什么？大家都知道，华人是赌嘛，所以他们就开始开赌场，网络赌场。这网络赌场啊，那就专门在网上开始，他们有的那个赌场的赌博形式，就用中国的体彩。然后有的网络的赌场呢，1分钟开1次盘呢，非常非常的刺激啊，那么也就赚了很多钱啊。那么菲律宾的这个开的这个网络赌场的牌照啊，据说呢是要收这个管理税，这管理税呢是5%到20%，所以反正你们中国人骗中国人的钱，华人骗华人的钱，反正菲律宾也没什么损失嘛，他还赚了钱嘛。那么于是呢，这个网络赌博就在菲律宾蓬勃的发展起来了。这57家牌照持有者啊，他其实也不全是自己做。菲律宾的法律规定，1张牌照下面可以发5个子牌照，而5个子牌照下面呢，还可以搞盘口。这盘口本身呢，实际上是没有数量的，你想搞多少搞多少。所以在菲律宾究竟有多少家网络赌博公司都没有人算得清。这些网络赌博公司呢，就聚集在菲律宾的好多工业园区。这工业园区啊，就怎么搞呢？就从国内拉来一些这个人呐，到这个地方来搞这个网络赌博工作。这些人呢，在国内经常就是拿这个旅游签证就到了菲律宾了。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就进入到了这工业园区。进入到工业园区以后啊，就从事这个网络赌博的工作。当地人把这个博彩称之为菠菜啊，从事网络赌博的人呢，被称之为菜农。在国内，你看很多网上啊说招工的说在海外打工，说年薪20万，基本都是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些人进入到了园区之后啊，就基本上每天工作12个小时，在网上开始拉人头，开始赌博。去年的时候啊，《新京报》的记者啊，曾经啊到这个菲律宾的网络赌博的这个工业园区做过卧底，就曾经揭示了这个网络赌博里的到底内部是如何经营的啊。据记者签署的劳务合同显示，这家网络博彩公司名为欧记集团，管理人透露，珍珠大厦只是欧记集团的一处办公地点，总部在索莱尔大厦，仅3壁至少有8个博彩推广盘口。
大小盘口月盈利几百万到上千万不等，每个盘口都有小老板，背后还有大老板。老板和公司管理层90%以上是福建人，公司里的员工不用真名，只用绰号。记者被带去见了盘口主管，他自称山鸡，福建口音，管理永诚彩票的推广业务。每一个你都看一下吗？它的赔率啊，或者是怎么玩的？这里面有钱，下边都可以，咱们先都看一下，了解一下。我说你们一天要拉几个呀？10个啊。这网络赌博啊，在菲律宾呢，到底啊是一个什么状况呢？说鼎盛时期啊，有30万中国人呢，在菲律宾的各大园区里头从事网络赌博工作。说每天晚上到12点的时候，这些人下班的时候就从这园区里出来，旁边的大街小巷开始找吃的。由此啊，也确实带来了菲律宾的经济的繁荣啊。说菲律宾现在啊，这个马尼拉的房价都翻了好几个跟头啊。这翻了好几个跟头的房子啊，其实跟菲律宾本地的人没什么关系，他们根本买不起。而菲律宾本地的现在是中餐馆的价格比国内的很多1线城市都贵。为什么？就是网络赌博这个工作，它挣的都是快钱嘛，还带动了很多其他产业，比如说房地产，比如说这个中餐馆，比如说那种色情行业。据说是开一个中餐馆3个月就回本，开一个房地产公司一年就回本。于是菲律宾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围绕着华人产业、华人赌博的网络赌博产业的一个产业链。但是这样一个产业链，大家都知道它是不健康的啊。中国已经多次跟菲律宾说，你要打击这个网络赌博。那当时那个杜特利特，那么菲律宾的总统就说，那不能打击。如果要是关闭了网络赌博业啊，那菲律宾有25000个职位就没有了，就没有办法工作了，所以他不愿意。但是呢，菲律宾呢在2016年的时候的确打击过，但这个打击呢，它实际上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规范。为什么？我刚才不是讲了吗？说你一个主牌照下面搞了5个子牌照，5个子牌照下搞了那么多盘口，他菲律宾收不上税了，所以他很着急。于是呢，这杜特利特啊就开始搞这个网络赌博的这个工业园区，抓了几百个人、上千个人呢，就要求所有的这网络公司，你都必须是合法的，你都必须要给的菲律宾政府交税。于是呢，菲律宾的网络赌博行业最近几年就是蓬勃发展。还有一个背景，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啊，中国政府对这个缅北地区啊，这个电信诈骗业进行打击啊。去年的时候还给他们一锅端了嘛，是吧？那么这缅北诈骗的大本营被端掉之后啊，这批搞缅北诈骗的人呢，他其实也要寻求新的出路啊。有一部分人跑到了迪拜继续搞网络诈骗啊，还有一部分人就移师到了菲律宾，开始从事网络赌博。所以菲律宾的网络赌博业啊，这几年真的是蓬勃发展的。但是在去年的时候，这小马斯克上台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小马斯克上台之后呢，对这个网络赌博业他有他的看法，他就觉得啊，这个菲律宾的这个网络赌博业基本都被华人控制了，而菲律宾拿的这个钱又比较少，不合算。于是呢，据说啊，我听菲律宾本地的人讲，他就想通过打击这个网络赌博业，把这个赌博的牌照从华人手中啊拿到这个菲律宾人手中，菲律宾的门阀家族啊控制了，那不就赚得更多吗？于是从去年开始，从前年开始啊，陆陆续续的就开始收拾这些工业园区。那么这些工业园区呢，也包括当地的一些警察呢，也敲诈他们啊，因为敲诈这些人有钱呢，所以从去年开始啊，就是这些华人网络赌博的这些工业园区啊，日子开始不好过了，不好过了，那就要开始想办法啊。你想想，这30万从事这个网络赌博的这个中国人呢，他们想干什么呢？他们能干什么呢？大多数人，这些人在国内都有案底，回不去中国啊。还有一个，就这些人赚快钱的赚惯了，他们也不愿意回国啊。于是就开始产业升级。这产业升级呢，第一个升级就是要绑架。一开始他们绑架都是针对在菲律宾本地的华人，因为绑架这个工作啊，对他们来说轻车熟路啊。你想想，平时干的都是这些电信诈骗搞的那些工作，就跟打人呐、勒索啊、小黑屋啊、什么这个团伙分子都是现成的，只要把人弄过来就行了嘛。所以他们一开始就绑架那些就是洗钱的呀，也包括在这个网络赌博这个过程中间赚了大钱的那些产业链上的人。去年有一个这菲律宾洗钱的人就被人绑架了，交了几百万块钱活出来了。活下来之后，警察找他，他都不愿意配合。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其实从事这个职业本身呢，他也不合法啊。但是这个绑架慢慢的就不太好做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菲律宾的这些华人富商啊，也提高了警惕啊，就开始自己雇保镖啊，家里头开始搞的那个门禁森严呐，装铁丝网啊。于是这个产业再次升级，就开始对准了在国内的华人，对国内的中国人。国内的中国人呢，其实对菲律宾这个国家也不了解，你只要把这人骗到菲律宾，那与此同时，现在通过网上那虚拟货币转钱也非常容易。于是乎，针对国内的中国人的这种绑架行为就开始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前面这个夏科福啊，也包括孙静的这个绑架案，这绑架的这个实施犯罪团伙专门到巴黎去钓鱼啊。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啊，那他们肯定是精心谋划的，因为到巴黎钓鱼，这本身他要花好几万块钱呀，对吧？而且还不一定能钓到呢嘛。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犯罪的团伙本身也是下了血本的。但最终啊，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悲剧的发生啊。哎呀，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讲2点啊。我觉得啊，菲律宾这个国家就是亚洲公认的失败国家。这个国家你要指望它要彻底打击网络赌博业，不太现实。因为对于这个失败的国家来讲，它既没有经济，然后其他的经济也发展不起来啊，国内腐败横行，政府呢其实也都是天天门阀政治来控制啊。所以，网络赌博业围绕它这产业所产生的这一系列的黑恶势力啊，也包括黑恶的产业链啊，会长期存在。要我说，中国政府啊，对这个菲律宾呢，就还是应该施加更大的压力，知道吧？对这样的一个国家，你本身确实也不能对它太客气啊，这是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啊，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里头有什么失职呢？按道理，我讲的这些信息啊，其实中国政府知道不知道呢？他知道，但是他只重视国家层面的问题，就天天跟菲律宾政府谈，说你要把这个网络赌博啊，你要收拾啊，你处理啊，共同打击犯罪啊。但是呢，对中国公民自己的提醒，我觉得他们做的太不够了。按道理来讲，菲律宾那个地方已经发生了这么多起针对华人的绑架案，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你上面搜一下都能搜到6、7起。那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在国内提醒中国的游客，你对菲律宾旅行商务考察的时候你要注意呀？为什么不做啊？做到这一点难吗？不难呐。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中国政府真的是失职。你如果要是尽到了提醒义务，那我觉得有些人到那个地方啊，这个我觉得被绑架了，那也没办法啊。但是中国政府你没尽到提醒义务的话，那我觉得中国政府还是有非常大的责任。你更不要说事情发生之后，你看人美国的 FBI 就飞到了菲律宾去亲自参与破案，但中国的警察呢，咱也没见到，是吧？那具体他们怎么做的，咱们也不是特别清楚啊。说总而言之吧，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确实还有很多可议之处。当然，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在这里提醒各位啊，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啊，华人的社会相对来说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针对菲律宾本地的那些人呢，他们跟华人社会之间没有太大的关联，所以去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一定要三思而行，不要轻信啊来自于菲律宾的各种各样的邀请函呐，各种各样的诱惑。如果想在这个国家做生意啊，最起码跟这个国家的正式的部门呢要做一个信息核实。你就比如说夏科福和孙静啊，他们如果跟那个当时李娜给他提供的这个邀请函的公司做一个核实的话，可能这场悲剧啊，从某种角度来讲就能避免，不是吗？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遭绑架遇害的人员包括1名中国公民。案发之后呢，中国驻菲律宾使馆
同菲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敦促菲方全力侦办案件，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在菲律宾中国公民的安全。